既然卡希尔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个你收下。1袋金币，这算封口费吗？这么点钱，还不够把我送给你的画收回来，诚意不够啊！也许就是你们2个新来的，把管理员推下去的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把警署的人叫来。别去，我再回屋给你拿。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宁愿花一大笔钱，不敢让警署的人过来，给老教授那么多薪水，不会也是所谓的封口费吧？譬如关于你那些死去和失踪的学生的真相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他身上并没有血腥味，刚才的时间也不足够让他洗去。站在经营学院角度，这些的确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，可是他却很排斥警署或者调查局相关的人。反正你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比如那个封锁西校区的半吊子阵法，还不如找我。你也知道卡尔纳斯那边有多乱，看来站在同一阵营，反倒更容易撬开他的嘴。要是解决了，以后佩斯学院的分红要给我一部分。您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眼下你还能找到谁帮你呢？算了，我现在也是走投无路了。佩斯学院是我妻子一手创建的，她在5年前病逝了，因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，她把遗产留给了我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3年前那次可怕的案件改变了佩斯学院，眼看学校经营不下去了，我就象征性的感谢了验尸官，很快就像我希望的那样，迅速的结案了。不过几天，老教授突然找到了我，原来是因为学校开始闹鬼，他身体不好，想要辞职。他辞职了，我从哪里找人呀？只好给他加薪挽留他。清洁工在案件发生不久后就开始神志不清，我只能把他留下来。我和老教授开始翻阅书籍，他从古籍中找到了这个方法，作为代价，只能把西校区封锁了起来，困住了那些可怕的亡灵。把枉死的冤魂困在一处，这不是养蛊吗？要是贸然放出来，不知道造成什么意外。本来以为事态平息，结果最近又有孩子失踪了。这事儿不简单啊，也许我该要更多的报酬才行。还能再商量吗？一条女士手链，手上还留着刚烧过的灰烬。晚上她可能因为这个和清洁工吵架，还问清洁工是从哪儿拿来的。很普通的款式，肯定有特殊的意义。什么人会想杀她呢？如果卡希尔就是写匿名信的人，那么可能是凶手察觉到了他的身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凶手就还在学校里。这是在配药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事要做，真辛苦啊。每晚都要配好第2天早上的药，已经配了3年，都成习惯了。先生，一份是给老教授的，一份是给校工的。老教授已经3年了。是啊，3年前病情突然有了好转，没想到最近又变得严重，不知道这次能否熬过去。我来替你送过去吧。真的吗？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这么巧？开门有什么巧不巧的？你们说了什么？我们达成一致了，校长先生为了他的学院，愿意全力配合我们。你是对他屈打成招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绅士。大家都不容易啊。我和他说，我们搬离卡尔纳斯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被世俗所容纳，可歌可泣的师生恋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可是让对方信任我们的基石，要配合我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个校长多排斥警署的人，更别说黑羽了。啥时候说正事呢？作案如此草率，是因为他来不及继续等待了。石那话意味着重生。3年前的那场悲剧，也许是凶手用他人向恶魔献祭，祈求着某样东西。那个偷走了本不属于他时间的人，是该受到惩罚。那后来的失踪的学生呢？明明没有到献祭的时间，却有学生在封闭的学校展览馆内凭空消失，不是那个病殃殃的老头可以办到的。看样子，那里的怨气比我看到的还要重啊。
我取来了西校区地图和那些学生的入学档案。失踪的学生和之前死去的学生生日相同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也许不是巧合。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，他们在寻找替身，然后在死亡的那天回魂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被灵魂附身的玉米娃娃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好像忘了把那个挖出来的埋进去了。这种事你都能忘？那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？还不是因为你当时突然……我当时……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接着说呀。算了，我根本就不想提。这下麻烦大了。他似乎是在找入口，大概是在找更合适的躯体。听着，校长先生，为了你和学生的安全，立刻去把楼门锁起来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如果贸然让这个跑出来的怨灵消失，那原有的仪式就被破坏，积攒已久的怨气就会像找到缺口一样出现，会惹出更大的麻烦。不能让学生遇到危险，必须在天亮之前解决这件事。差点忘了那家伙。等我一下，这是最后一个门了。教授，看好他，省得再惹出什么乱子来。那你们呢？当然是去展览馆。情况不太妙啊。不像是名画，更像是学生作业。那个校长妻子生病，大概是把很多收藏的名画变卖了，用他学生的画作顶替了上去。奇怪，那些灵魂躲到哪里去了？总要有个去处吧？难道在雕像里？什么都没感觉到。喂，你别随便摸来摸去的。这里的气息很混乱，用手触碰是最快找到他们的方法。好啊，到时候被扛回去丢人的可不是我。泰伯，你看这幅画是老教授画的。这是……这是画中幻境。刚才把我拽进来的那个人呢？落下来的时候就和这里融为一体了。也许之前失踪的学生也在这里。也许吧，赶紧找到他们，离开这地方。嘉兰，人呢？嘉兰，怎么样，黑泽尔？哎呀，就不能夸夸妈妈吗？不对，这里是幻境中的陷阱。你就这么看着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死，就像当年一样。虽然是自己的样子，可是看起来真讨厌。怎么回事？幸亏及时收手了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因为我就是你呀。看看你的脚下，血。在他快断气的时候，把他的心脏挖出来，这不是你一直期望的吗？你已经为了这件事杀了那么多人，现在怎么下不去手了？反正他迟早都要死。够了！蛋糕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今年多少岁了？几岁了？几岁了？是不是该死了？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你的生日礼物。在他醒来之前，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？为了这个世界的安宁，为了阿斯莫德不再降生于世，父亲，是时候了。这样啊，那就……塞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……嘉兰，
妈妈的乖孩子，你也太好骗了。怎么回事？心脏突然开始痛。从一开始，这个幻境就好像了解我似的，不断针对人的弱点，很可能是跟着人的内心产生的，又不是真的阿斯莫德，只是个幻想而已。如果真是我创造了它，就有绝对控制权。真的成功了！花藤是石那花的花藤，靠吸取人们进入幻境的情绪为食吗？也许我顺着它，可以找到躲在幻境的恶魔。又来！醒了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3个。睡得可真轻。黑泽尔，你认输？抓来的时候听到了，真是麻烦。要是能立刻杀死该多好，得等到心脏成熟才行。就这样一直锁着他，这样就不会惹出其他事端。最大的事端，也许就是因为滋味太好，杀他的时候会犹豫不决呢。抓来，他的语气仿佛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的衣服好像也是。我来到了最初见面的时间节点。总不能只放在这里看着吧？那也太浪费了。疯了吧？这个幻境也太离谱了。冷静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让这离谱的幻境结束。希望眼前这3个家伙立刻变成3颗木头，结束。你在走神？这种爱好倒是一点也没变。幻境会有这么真实吗？等等，这猎物也太不听话了。又来，突然动不了了，难道掉入黑泽尔的幻境里去了？这样也好，我就喜欢活蹦乱跳的。无论在哪里都这么变态，这是黑泽尔内心创造的幻境，其中一个必然是他本人，是哪个？真是麻烦，要是能立刻杀死该多好。不对，不是这个，总是重复着说想杀死我，还一直在舔我背后的印记。最大的事端，也许就是因为滋味太好，杀他的时候应该也不是这个。这个黑泽尔从头到尾只关心的事，得等到心脏成熟才行。毕竟是黑羽的人失踪了，也许会有人找上门的。只有面前这个，这些是黑泽尔曾经对我说过的话。黑泽尔，我如果真的死在这里，要是你能记得起来的话，项链记得拿走，把怀表还给我，埋在一起。在说什么？傻了吗？他好像迟疑了。我猜对了，你该回来了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醒了？起得来吗？别管我，想打他。刚才的确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好像回到了我们刚见面的时候。幻境好像让我做出第2种选择的机会，谁知道你跑到我的幻境里去了？还不是因为你暴力破坏，害得我掉进去了。还有某些人差点就出不来了。多亏了正义的加兰大人，要是没有你，你弱小的下属可怎么逃出来？弱小？如果是普通的幻境也就罢了，只有他的幻境才会这么奇怪。这个幻境会让人回想内心恐惧的事，你的幻境
却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该有阴影的人是我吧？你在害怕什么？休息好了吗？先把衣服穿好。很尴尬。算了，穿我的吧。你受伤了？什么时候？在幻境里和自己打架的时候。如果你是指嘴的话，当然是你咬的。我就不该对这个人产生同情心。这里也有花藤，我们顺着花藤走，也许有什么线。打破一个幻境，他的藤蔓就会枯萎一段。我想，他也许是靠人类负面情绪为食，负面的情绪消失，他也就随之枯萎。不过之前要有生日相同的女生这种特定条件，才会被吸入幻境。我们算是自己找上门的异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直接打破刚才那些幻境的原因。我们在这里，也许某方面是不受控的，以此类推，也许也可以破坏别人的幻境。四周开始逐渐变暗了，藤蔓分支也越来越多，看来离幻境的中心越来越近了。黑泽尔，别碰那些藤蔓！知道，你别乱动。没有用的，石那花藤怎么会被人类轻易折断？我可是这里的主宰者。他就是这么骗那个老头的吧？欺骗，那是人类本就有的贪念。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？凭什么他就可以？如果他死了，我不就可以独占，想骗更多的财富，想杀了他？多漂亮的石那花呀！他们的生命力如此旺盛，而我却活不过几年了。你想获得无尽的生命，只需付出一小部分代价。好啊！愚蠢的人类向同类下手，跟我来，这只是一次行为艺术，会给你们学期末加分的。年轻的灵魂更加新鲜可口，就像面前的你们一样。把无耻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！别乱动！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条路：乖乖回到幻境中，永远成为我的养分；第2个选择就是乖乖让我吃掉。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香味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问他。既然给我们选择，其他人在幻境的哪里？开玩笑，我怎么会轻易告诉你？没有诚意，我们怎么会同意？总要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吧？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你没事吧？杀了你们！救人要紧。暂时还不能杀死他，我们暂时控制住他，找出其他人幻境的位置。我明白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你不是人？你把他杀死，幻境会消失的。我忘了。你，幻境这么快就开始消失了，那些进入到幻境中的学生还没找到，还真是麻烦。你就是最大的麻烦吧？现在我根本就没力气，在这么短时间在幻境中找到人。唉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你不会是想把这里整个炸开？你只要使出防护的咒术就好了。真是乱来。准备好了吗？一直敲个不停，怎么办，校长先生？停下了。怎么回事？校长先生，那边的光。教授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还是给他解开？不是和你说无论发生什么都别管他吗？你们没事吧？怎么这个样子？当然是拜你的好员工所赐。真的吗？那几个后来失踪的学生就躺在展览馆里，建议你过去看看。他们还活着，我这就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供奉的那个所谓的神死了，被困在里面的陷阱的灵魂也得到解脱，你苟延残喘偷盗的时间当然也就开始失效。时间开始流转，你很快就会病死。快把我放开！你在说什么鬼话？这个你认识吧？校工说是你给他的。我看他那天不光烧了项链，还烧掉了医生给他开的药。他在3年前目睹了你的罪行，为了活下去才故意装傻。现在你被控制住，他终于可以把真相说出来。你看到管理员眼熟，
怀疑他来学校的目的，才故意让校工烧掉当年那个学生的遗物。管理员见到手链，果然很激动，证实了你心中所想。你立刻在当晚实施了计划。可惜造成的动静太大，我们很快就出来了。推完人以后激动的睡不着吧？我去抓你的时候还在装睡呢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样摇会不会死掉？算了，别管了。这个还给你，卡希尔女士，愿您的女儿安息。就算不是匿名信，如果您遇到这样的困难，我们也会来帮您的。我能感受到，他回来了，谢谢你们。你好，校长先生，我们是警署，来重启调查之前的失踪案嫌疑人，还有您涉嫌一起和验尸官不正当交易的案件。那个骗子！你不是答应校长不通知警署吗？卡希尔女士又没答应。哼，那个校长还真是单纯。这下某人可没分成了。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想看到让最爱钱的人因为失去钱财痛苦挣扎的那张脸。和那朵花某种意义上有点相似。哦，对了，炸毁的展览馆不用我赔钱吧？睡着了。怎么不靠过来呢？想我了吗，盖布里埃尔？总算回来了。你最近没有到处乱跑吧？吃胖了。喂！哎呀，这里有个人快要失血而死了，需要有一个人给我重新包扎一下。我去找尤娜。我的嘴角好疼啊！黑羽的医生会负责给嘴上药吗？把你的衣服脱了。真没想到你会主动和我说这句话。你的眼睛就不能看别的地方吗？不然看哪儿？就不能轻点吗？不满意你可以换个人，幻境不就只有你吗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那是我，所以下了死手。现在我们受伤的位置一样了，都是心脏。还有手。你先把衣服穿上。其实我很好奇，要我的心脏想做什么？万一真被你抢走，死也要死明白吧。不想说就算了。没人规定猎人要对猎物解释理由。要完成一件我日思夜想的事情。什么？比如让盖布里埃尔活过来，回到当初。他现在过得也不差。故意岔开话题，看样子他并不想说，和他之前说的身世有关。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样的人也要费这么大功夫？打扰了，有人在吗？什么事？黑泽尔先生您好。2周的假期，队长还在执行任务，不能来。听到您回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我不需要。哇，强制性休假，连总部的门都进不去，不错的待遇嘛。都怪你上次要什么休假。以防这种情况，队长还写了纸条让我转达。你的休假都要攒成年假了。医务室的止痛药一半都是你的申请单。这次是强制休假，这次是命令。这样，转达了。看来不关我的事哦。还有一件让人喜悦的事，副队，先不要生气。什么？休假加码，金士兰德兽人王国通行证附赠注意事项，带薪履行。就在休假的2周后。金士兰德通行证几乎不对外发放啊。没错，就是那里。那个几乎不与外界互通的神秘国家，是每个旅行者心中的圣地——兽人王国。说起金士兰德，你们听过那个传闻吗？看你的样子，肯定没听过。当然没有。金士兰德的女王饲养着上天赐下的神兽，这个神兽保佑着国家的安定。可是有个缺点，就是永远吃不饱。它会把除了女王之外所看到的一切活物吞到肚子里。
仆人们送饭要低着头塞到厚重的帘子里。女王再三告诫仆人们，如果和神兽对视，就会被它吃掉，却还是有人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。他惊叫出声，人们再次看见他的时候，就只剩下一只脚了。听起来有点恐怖啊。传闻而已，谁知道真假呢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您回来了，队长。那个，我可以跟着副队去金士兰德玩吗？我好像还没出过卢米埃斯呢，脚伤也基本好了。现在不怕我了？之前不都躲着我吗？也许是相处时间久了，就感到很熟悉。也许是这样吧，就觉得亲切。都怪那个奇怪的梦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刚才要说啥来着？什么？都走到这一步了。你睡了吗？如果你半夜被人闯进房间，还问你睡了没，你难道还能睡着？我睡不着。你可以抱着你的猫去客厅看书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嘴疼的睡不着。所以你为什么睡不着？你又不说。阿斯莫德怎么就偏偏找到你了？大晚上的问这个。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，留下了那个怀表给我做纪念。我父亲带着我，他的职业是驱魔师，他实在太忙了，忙到我每天几乎看不到他。即使那样，我也十分崇拜他，立志长大像他一样。如你所见，我成功了。阿斯莫德就被他们封印在丛林之中，这是无数个驱魔师用生命换来的。他变成了我最思念的人的样子，骗我解开了封印。我的父亲很后悔，他没料到我那么小就能听到恶魔的声音。他在我面前很镇定，却会抱着母亲的墓碑偷偷哭泣。小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疼吗？那当然，疼痛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，已经习惯了。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，他拼命地出没，几乎没有再休息过。他难以面对我，好像这样就能忘记痛苦。直到母亲过世的5年后，在任务中死去，他解脱了。这么说起来，你好像在重蹈他的覆辙。也不全是，他是为了逃避伤痛和愧疚，我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做更多的事，不能有太多重要的人或事，越重要就越痛苦。这算什么？安慰人的方式吗？你说是就是吧，反正也睡不着。睡不着的只有你吧？是猎物给猎人设下的陷阱。在黑暗之中的我，窥视到他正直的表面下是这样狡黠的灵魂。他企图将我引入陷阱，我却无法停下脚步。这样危险又可怜的猎物，一边想让他得到命运的怜悯，一边又觉得他本该是这样。那家伙是狗变的吧？昨晚好像和以往都不一样，说不在意是不可能的。哼，还以为你会在床上躺一天呢，没想到下午就起来了。怎么睡得着嘛？我可不像你那么悠闲，反正我本就计划整理之前的案件。要我把你抱到沙发上吗？好啊，反正冲动的后果也算你一半。一瘸一拐走过去，肯定被他笑话。等，反正是假期。我说了我要整理案件，今天你就在外面，别回来了。哇，你这算是虐待下属吧？
边就是金士兰德，好漂亮！好像只有我大惊小怪的。不管怎样，队长突然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前提是要跟我一起，能和大家一起出来真开心。不过大家的状态好像有些奇怪，副队看起来有点生气，为什么？黑泽尔先生心情好像不错，不过他脸上怎么会有伤？哎，副队，假期过得好吗？假期。有完没完？黑泽尔先生脸上的伤，这个啊，大概是因为……我记得宿舍有2间房吧？难道放不下你吗？我怕黑，因为我怕黑，然后就被……够了，闭嘴吧！本来想缓和气氛的，这下可怎么办？队长昨天没休息好吗？哪里只是一晚上？从你来的第1晚，你来做什么？获客。然后凌晨再把他抱回去。脸色好像更不好了。哎呦，欢迎来到金士兰德！哈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今晚是1年1度的盛大庆典呐！你们可以叫我沃尔，我也是卢米埃斯人。呵呵。这么盛大的庆典，那旅店的房间岂不是不够用了？想什么呢？您身边的这位早就预定好了，4间正好。啊，这样啊。你那失望的语气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们的房间钥匙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千万要把帽子戴好。你们这些异国人的出现，有可能会引起骚乱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本地人也会像我们这么打扮吗？没错，他们自己也有草食混血与肉食混血的区别。还有血统平衡论的拥护者，一旦偏向人类或者动物那一方，都会受到歧视。偶尔会发生相关的袭击事件，干脆就都戴上帽子披风，隐藏身份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食物，建议你们吃自带或者本店提供的。这可不是我要赚你们钱，这里的食物很可能会让你们水土不服，买纪念品什么的就好了。快点，那个老板说花车的游行要开始了，总要先把行李放好吧。我们先走了，黑泽尔先生。那个小菜鸟都先跑出去看了。你难道是在赌气谁先到吗？不是让你把帽子戴好吗？大惊小怪，你看刚才那人什么反应都没有。走吧，需要舞得这么严是吗？花车来了！请赐予我们祝福，请赐予我们祝福。萨迪厄斯，那个传说中神兽的名字，这是关于他的庆典。他们不是都没见过吗？这显然是做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样子，祈求神兽保佑他们。人未免也太多了些。人呢？找不到我这么着急吗？人多，连名字都不好意思喊吗？得意什么啊，这家伙！嘉兰，看到尼尔了吗？尼尔找不到了，应该还在附近。尼尔，哦，是队长的声音，请让一下。我在。啊，我个子太低了。这儿有一个异国人混进来了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帕里斯？这是我的侄子，他只是发育迟缓而已，没看到他还未成年吗？未成年？我？也是，你们家族都是些血统不平衡的怪胎，你们这些低等血统也就只能卖草饼了。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
太没礼貌了。萨米，这个低贱的血统还敢说我们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你给我等着！队长，就让他们这样跑了？我们可是在别的国家。谢谢您替我解围。没关系，那些该死的血统拥护者，我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不过最近他们也不好过，很多人都莫名失踪了。金氏兰德并不像表面那样宁静，你们要时刻注意安全。可以叫我奥黛塔，这是我的店铺地址。如果遇到什么麻烦，可以来这里找我。这么快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？我们不是也遇到好人了吗？真没想到，现在还可以和队长坐在一起。如果我能成为正式成员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和大家这样在一起了？这里其实还不错，和圣亚里斯完全不同。作为几日游很不错，很不自在。走。干什么？我们出去透透气。他们什么时候？路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里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他干这种蠢事？喏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当然是街边买的。他不是当地的守护神吗？仔细看也没那么丑。你什么时候信这一套了？听起来就不靠谱。他长了6只眼睛。好痒。刚才那是酒啊，橘子和无花果的味道，是果酒，所以刚才不小心喝多了吧？你怎么又变成3个了？我不会还在幻境里吧？说不准哦。明明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为什么变得这么恶劣？小时候误入歧途了吗？一喝醉，话就变得特别多。塞拉怎么还不来找我？塞拉，又是这个名字。塞拉是谁？他。哭了？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你不是洁癖吗？这里这么漂亮，我好像有点舍不得死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回去吧。我不。这算是月下邀约吗？加兰大人，真想看到你明天的表情。喝醉了，好像小猫一样。我好冷。算了，还是回去再。殿下，萨迪厄斯的食物1天都没有动过了。什么？该死的汉密尔顿那个叛徒！雷尼，殿下，把塞迪厄斯带回来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是。头好疼，浑身好像被打了一样。我去楼下拿早餐。楼下而已，也没必要专门留个纸条吧。醒了吗？别咬。引起扩大了。卢克。
克之前好像提醒我，血液之间也许会起一些克制作用。什么？咽下去。总算睡下了，血好像能缓解一些疼痛，可他一直在发热，情况很不好，必须带他回到圣亚里斯去。也许找到卢克，还能有什么解决办法。黑泽尔先生，我们买了退烧药回来，父对他怎么样了？还没醒，等他稍微稳定一些，就立刻带他回圣亚里斯。恐怕暂时不行。刚才我们出去才知道，金士兰德封城了。那就杀出去。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普通的发烧，你不会这么着急吧？有些事等他醒了自己会告诉你们。现在，他需要有效的治疗。杀出去是可以。城门附近至少有5个巡逻军在看守，这还不算街上找通缉犯的军队。为了防止犯人出逃，唯一通向圣亚里斯的列车也被叫停了。我们还带着一个生病的人，这个计划风险实在太大。或者我们去找到那个被通缉的人呢？抓到他不就都解决了？我还拿走一张通缉令。调查和找人花费的时间更多，我们等不了那么久。是他。